大家好啊，欢迎来到2023年了。2023年的1月8号，我们第一次做直播啊。过去2个周末，星期天呢，我们是 skip 了停止了2次直播啊。其实788没有偷懒的啊。一会儿告诉大家，我这2个星期为大家准备了什么东西，好东西很多啊。那今天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这个直播啊。这个直播呢，最近很多人感兴趣2只股票，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会看看全世界2023年我怎么看啊，作为我的个人的观点的一个分享。美股、港股，台湾的同学要不要台股啊？要的话我就放进去，不要的话我就不放了，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啊。有没有马来西亚同学在这里？不多的话我就不讲马来西亚了，要的话我也讲讲马来西亚，好不好？新加坡的同学有没有啊？有的话也可以讲一下或者香港有没有兴趣听听香港的？还有没有英国啊、德国啊，或者其他的地方啊？大家进来了都可以报个名，你想听哪一个股市，好不好？也是一样啊，希望大家交多点朋友来啊。如果你身边还有朋友对股票有兴趣的，特别是今天特斯拉还有一个什么股票，好像富途啊，最近好多人很关心富途的啊，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讲讲特斯拉或者富途。没有太多人感兴趣的话，那我就不讲了，OK 所以都是看观众的这个兴趣啊。人数不多的话，那我也讲了少一点；人数多一点的话，那大家非常感兴趣，我是讲多点的啊。其实为了今天晚上这个直播，我也做了一整天的功课，希望能带给大家价值满满的，好吧？那事不宜迟啊，我们开始了啊。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在留言区留个言，OK？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2022年和2023年，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为什么要回顾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看我们过去的预测准不准如果过去的预测不准的话，那第一个可能不用听了，对不对？第二个，如果不准的话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首先预测一下过去1年我所做的预测准不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展望2023年。我有什么的预测和展望，好不好 ？OK，那首先呢，我最近回顾一下哇，发现我这个去年真的是做了好多工作有54次的 YouTube 的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多少次或者是哪一个对你最印象深刻或者价值最多54个 YouTube 的视频，我有时候这么多白头发，就是想有时候要给大家讲什么除了54次的直播这个 YouTube 之外，还有50次的直播也讲了50次的直播，当然还有每个星期五晚上的 GMT 4个小时的内容，哇，七爸爸真的是头发都白了所以今年感觉到，哎呀。一会儿我讲讲到年底了，我自己也有回顾，是不是我去年工作太忙了，今年要减少一点对自己的这个脑袋的一个负担我头发在1年内白了好多所以呢，可能今年当然更加聚焦的帮助一会儿我也会讲讲怎么样帮助大家有缘人士更加成功，好不好？获得更多的财富让财富滚雪球，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所以呢。去年年初的时候，为什么一口气拍了这么多视频呢？其实是年初的时候感觉到美股是蛮高的所以呢，回到了2021年的12月5号的那个 GMT 里面，对吧？我不是 GMT直播里面呢，我告诉大家2022年可能未来在这个站在2021年的12月5号往前看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黑天鹅。当然，黑天鹅by definition 定义来说就是不知道的，事先不知道的。但是我感觉到，因为股票很高，我以前也解释过，对不对？黑天鹅可能就像地震，平时都会有的，但是平时这个不是太危险。但是如果你很高很高很高，放的东西很高的话，那地震的时候可能就会掉下来，损失严重了所以呢，当时在12月5号，2021年的12月5号的时候，我感觉到
这个股票市场啊，特别是美股啊，是太高了，非常高了啊。所以呢，我就说了啊，这个黑天鹅会很多啊，大家要谨慎，要小心，做好风险管理啊。那好了，到了1月份的时候，当时啊，美国还没有加息啊，1月份的时候呢，我已经说了啊，通胀开始上去了，失控了，所以我们预计美国会加息，而且美国加息的话，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股票市场的调整，结果也真的是发生了啊。到了3月份的时候呢，我又讲了啊，那时候看到股票最高的时候，就是跌下来了又反弹了，最高的时候啊，我给大家拍了一个叫《最后的逃生门》大家都可以回去看我的这些 YouTube 的视频，对不对？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1、2个星期之内呢，很多人在那时候觉得，哎呀，还要捞底啊，Palantir 能买吗？Bitcoin 为什么你不说这说不能买啊？我要买 Bitcoin 啊，特斯拉啊，我特斯拉特别好啊，对吧？所以我经常当时啊得罪了好多人，说特斯拉不要买了啊，最后还拍了一个视频啊，特斯拉不要买了，等等等等，现在看回好像是蛮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到了5月份的时候又反弹上去了，我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概念，叫牛陷阱啊，在熊市跌下来的时候，你太牛的话，这是个牛陷阱结果又讲对了，对吧？到了也是到了5月份的时候，我又讲了啊，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因为我解释了。6月份开始要缩表了，缩表是真正的把资金抽走了那资金把这个资金抽走了，当然后来也特别明确了，对不对？美国的利息上去了，国债利息上去了，美元强劲了，那世界各地的资金都在撤离了，等等等等都是使到对美国的公司也不好，对世界的公司也不好。那到了8月9月开始呢，基本上我都给大家讲讲不同原因的这比较看淡的一个美股所以你们看到还是蛮长远来说还是蛮准的，对吧？当然了，7月份开始就有人来问了七八八你不是说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吗？怎么涨了这么多了？怎么真正大跌还没来？怎么涨了这么多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是涨了好多，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要急，不要急，这个还是在一个下降的轨道。如果我之前有给大家画过那条线，对不对？很听话的一个股票市场，一到这个下降轨道的顶部就往下了，一到下降轨道顶部就往下了到了10月中的时候，那超卖了，超卖之后就反弹了，对吧？当然呢，我们未来展望未来，一会儿我会看一看，其实最大的一个风险是全球的经济的衰退。现在还没衰退所以到了年底的一些预测那要看明年来回看我准不准了还有一点就是在11月的时候给大家做直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中概股、港股已经是反弹了，看好了要比美股要领先的反弹了，而且是牛一了我在10月底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个香港股票太悲观了，悲观的时候就要捞底了，对吧？人家悲观的时候就是捞底的最好的时候了大家来个见证好不好？在我这里长远的粉丝平时都有参与的粉丝，是不是？过去1年真正这个最开心的不是说我讲准了，最开心的是我最初的做这个视频和直播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有缘人士避开股灾所以我后来讲我的视频就是避开股灾，帮助大家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这是我的一个做 YouTube 视频的一个初衷所以大家订阅了我的频道没有如果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因为我之后还会朝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多点价值，好不好？要不要 ？OK， 好，那我们看完了去年整体的大的股票市场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个别的股票所以788也不是一面倒的悲观不看好那其中我在农历新年前，我就讲虎年去年的农历新年到了虎年，对吧？虎年有一只股票是非常重要的，我比较看好的当时已经是俄乌战争的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局势紧张了。所以我在这个视频里面也有讲到过，这个俄乌战争会使到石油价格上升所以呢，
当然，这个石油价格到了7月份是最高点的啊，我们也看到它这个股票也是在7月份最高点啊。那如果大家眼睛好的话啊，我在附图做买卖的啊，蓝色点就是我买入点，红色点就是或者橙色点就是我卖出点，对吧？我也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啊，我都自己言行合一嘛，对不对？我讲什么我就会做什么，对吧？所以告诉了大家，分享给大家，我虎年会买。我看好石油股，虎年会买，当然这是我自己看好的财息坚收股啊。那现在回看也算是准确了，特别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啊，已经是就是都是兑现了啊。当然这只股票还有个就是它派发的股息啊是很高的啊，都有15%的股息，一个股票派发15%的股息是非常不错的，非常好的，是不是啊？如果像你跟我一样在低位买的话，那这个股息可能是20%的啊，买了10块钱可以收2块钱的股息，那是非常好的。我早期的那些都是在8块了、9块了买的，那8块、9块买的，收了2块钱的股息，这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只股票真的也是做到了财息兼收股，好吧？那当然了，大家就不要跟着去买了，因为下半年包括现在我都在慢慢的减持，因为为什么呢？港股太便宜了，到了9月份了、10月份了，香港的股票了、中概股了太便宜了啊！如果大家有跟踪我的话，特别是 GMT 的同学，我在里面是很明确的讲，现在机会已经是轮到了这个中概股和港股了啊，所以呢，这只股票也给我看对了啊，也算是买中的。OK，那当然如果有留意过的我早期的话还会讲多一点个别的股票，后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先学习。而不是要先去看个别股票最好是拿一个号码来买一只股票。我觉得哪一个号码自己不懂投资的话去买股票，就算这个号码很好，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之后我就尽量避免不讲在公开场合讲号码了啊。当然在 GMT 里面，因为大家有了初步的更深入的学习了，有了一个基础之后，那我有很多的深度的研究，也有多点时间，对吧？每个星期有4个小时，多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之后在个别股票都在 GMT 里面讲的啊。那好了。在早期药明生物也是被错杀，有一个叫 UVL 的事情发生那我做过研究之后，觉得这个是被错杀的当时的股票是跌了好多好多你看到蓝色的线我都有买买了之后呢它反弹了，对吧？反弹了之后呢，结果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也随着整体的港股和科技股的调整，港股的调整它也跌下来了包括后来又有拜登的那个生物的这个美国扶持美国的政策但是我觉得也是市场过度的悲观的担忧的，所以呢，我个人又在9月底、10月底。9月和10月又捞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蓝色的线都是我在捞，对吧？在中间涨上去的时候有放过是橙色的点就是我放的最近也在放所以大家最近就不要跟着去买了，我都在放套现。OK，那其中有一张在10月7号的时候，那个我在 GMT 里面说了是过度的担忧。股价被戳杀是个难得的机会对我自己来说当然全部东西都是一个讨论不是买卖的建议。OK，那这只股票呢，赚了15点几个 percent 不算太高了，刚才那个60几个 percent 了15点几个 percent，但是去年大家记得整体的股票市场港股、美股、A 股都是在调整的，对不对？那在这么样的一个调整的这个大势里面，这只股票也跌了。而且是跌了蛮多的但是呢，我因为把握了它被市场错杀的时候加了一点仓，中间做了一个中期的低买高估所以呢，我的回报虽然整个大势在跌，这个股票也在跌，但是我做了一些中期的低买高估之后我整体的那个回报是15.4%那在去年的整体不好的情况下我也算是感恩满足了这个 OK。那好了，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不看好的股票不看好的股票第一个呢，在3、4月的时候我有一集呢我就说了不要买 Palantir，当时很多人来问 Palantir，大家如果看回 Palantir 的股价
也是跌了很多，最后也是跌了很多啊。AMD 我也不太看好啊，这是上半年拍的啊，3、4月份的时候拍的。那当然，比特币我是一向不看好的啊，还有呢就是特斯拉。也不看好的啊，然后我写了这个分享了我意见之后呢，很多的网友就来跟我这个批评我了，说我不懂特斯拉，说我不懂电动车，那其实我我有做过调研的，我不是没有做过调研的，以前特斯拉也是我曾经看过的、研究过的、看好过的股票，只是它价格太高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当时我也拍了另外一个视频啊，YouTube 视频，告诉大家这个我对电动车的看法啊，我已经不敢讲特斯拉，我说我对电动车的看法啊，还有很多人说我不懂特斯拉，OK，我不懂特斯拉，但是呢，现在这个股票在去年特斯拉是跌了70%到80%，OK，那今天我们其中一个就探讨一下，跌了80%之后能捞底吗？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不是一定说奇葩法的意见就是对的，对不对？我有我的意见，大家有大家的意见，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看完了去年整体来说，去年我这些看对的次数要远远比看错的要多啊！看错了，当然有些事情不知道，对吧？年初的时候不知道有俄乌战争啊，年中的时候不知道佩洛西会访台啊，然后之后呢，台海的那个紧张的局面，然后中国和美国的那个对立面紧张的局面更加大所以这些都是事前看不到的，但是一旦发生的话，也是马上去做一个调整马上做一个灵活的调整，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灵活学会懂得自己去判断，然后呢，当然我们 GMT 是每个星期来 update 的如果大家要靠自己做的话，也经常要 update，而不能说年初是这样看的，年终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 ？OK， 好。谢谢那个证实地区避开了美股和特斯拉，OK， 谢谢OK，那好了，我们来展望了现在来开始展望了好像今天的人数不太多，我就随便的展望一下，轻易的展望一下，好不好？要大家多听多点展望的话，快点把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给人家，好不好？我做了这么多功课嘛，对吧？好的东西多点人来看的话，那我就有这个。有大家的鼓励，我就讲深入一点，讲多一点，好不好 ？OK，所以现在大家马上把今天的直播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来听，好不好？分享出去OK，那我们来看一下美股2023年。美股2023年呢，我觉得有2个很大的不利的因素第一个，现在的经济是不太好那当然左边那个是 Michael Burry， 是大空头的 Big Short 里面的那个主角当然戏里面的主角这真实人物 Michael Burry。他是不看好的，他觉得美国怎么样看都已经是在一个经济衰退的 recession 里面了那我个人从其他的数据，包括孳息倒挂这债息倒挂inverted yield curve，或者是最主要还是债息倒挂里面看到，美国应该会有一个经济的衰退那之前也讲过，其他的视频也讲过，对吧？我觉得还是会发生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人家憧憬美联储会降息，我去年也是讲过好几次大家都有那个幻想，美好的幻想，但是这个幻想好像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联储无论是鲍威尔也好，其他的那些董事这个美联储的董事出来讲话也好，都是说2023年起码大部分的年数还会涨，涨了之后还会维持在高位，起码要到年底有机会，年底有机会，不一定，但是有机会所以我觉得起码如果美联储不降息，这个经济的衰退这通胀已经下来了，这是好消息，通胀已经下来了俄乌战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现在也应该的影响已经是完全被消化了那中国的清零也不清零了，所以这几个都是在好消息那我之前也讲过
有这几样好消息的话，美股有利好的那一边 ，OK， 所以不是完全的一面倒的不好啊。但是呢，如果美联储不降息，再加上经济的衰退啊，所以这里啊就是不好太乐观，不要太乐观啊，所以也不是一面倒的不好，因为我刚才说过有3个利好的因素啊，之前有讲过，对吧？美股如果转势的话，有3个这个因素啊，现在也已经差不多发生了啊，但是呢，如果美联储不降息，再加上经济衰退真的发生了啊，除非它不发生。不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但如果发生的话，2个加在一起的话，那美股啊就是不要太乐观啊，要谨慎一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分析啊。那大家知道，我分析的话一定是多维度3个维度一起来看的，对吧？Fundamentals 我不太乐观。那我们来看一下 Technicals 啊，技术分析好不好？那技术分析呢？我们来仔细一点看啊，大家以前有看到我用简单的 RSI 和一个下降的轨道，对吧？下降轨道在这里啊，粉红色的那条还是蛮明显的啊。那我们再看仔细一点的话呢，第一个最近还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就是那条橙色线穿过了绿色的线啊，在大约是1个月前啊。或者半个月前啊，死亡交叉出现了，所以这个也不太利好啊，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它到了顶之后，2次到顶那个下降轨道的粉红色的顶，它都往下跌，那就是说它上涨没有力气，对吧？技术分析是在用价格和这个价格的变化和这个成交量来推算啊，现在资金的走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啊上涨的力根本乏力，不够力啊，没力啊，就是一到上面就喘气了，一到上面喘气了，对吧？有好几次一到上面一碰到那个顶就喘气下来了啊。那第3点呢，上一次上去下来 RSI 还没到70，那就是说啊，整个市场来说还是比较不看好啊，这是反映着市场现在啊，所以技术分析是反映市场现在的情绪和资金的流动 ，OK， 不代表他们是对的啊，只是代表的这个趋势。现在整体的市场来说，你听新闻的话，听意见，看新闻的话，有人看好了，有人不看好了，但整体来说的话不是太好啊，乏力，对不对？好了，第4点，今天我们看多点啊，你有没有看到绿色的那条线？绿色那条线是50天的平均线啊，MA50，OK，那我们追看之前的 MA50，基本上从2022年的2月份，差不多要到绿色那条线了，就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再上去又下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后来到了6月份，也是差不多到50天的平均线还没到就下来了。OK，当然中间有涨过啊，有一些时间是涨过的，但是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一条线，对不对？它有时候是涨过的啊，但是呢，后来到了9月份一涨过又下来了啊，然后到了10月底的时候一涨过50天又下来了。OK，那这一次。到了刚刚好到了这个50天的平均线那条线碰顶了 ，OK， 所以这条线其实也是个阻力位啊，代表着过去50天平均数，人家概念当中，哎呀便宜了，哎呀到顶了要走了啊，或者便宜了要捞底了，是不是啊？那在上面是一个阻力位啊，这个当然你要跟我学技术分析的话，你就明白；不明白的话就知道，上去了有个阻力位好像过不去，对不对？过去了之后就是一个支持位，但是没过之前是个阻力位 ，OK， 阻力位就是比较难上去啊，那我们要看看能不能上，对吧？所以现在啊，整体美股来说，还是那个下降的轨道。还是上升乏力，在这个时候观望一下，观望一下，不要太看好啊，这就是宁愿这个资金保留多一点在自己的现金的口袋里啊，而不是要重注的all in 重注的去买美股啊，这个整体来说啊，整体的美股市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OK， 好吧，那好了，
我们来看看个别股票了啊，个别股票呢，第一个啊，我们又用回选股五部曲这一个框架来看，对吧？既然第一步牛熊周期，美股现在还在一个熊市的一个下降轨道，熊市还没到熊三啊，那很有可能就是还在熊二，没有到熊三，OK。所以第一个已经是一个交叉一个不利的啊，就不要太进取，要观望了，对吧？好，第二个呢，我们个别股票怎么看呢？那电动车第二个是行业，电动车的行业今年有几件大事情。第一个中国的补贴过了年之后没有了去年呢有好多的补贴，所以很多人去年的都是在去年买去年的销售量很高每一个电动车好像业绩报告都不错，但是这是因为客户提前买了，因为去年买有补贴中国是电动车市场最大的，或者整个汽车市场最大的一个市场，对吧？去年是业绩是超前了，那今年补贴结束了，这个未来的业绩报告出来，在中国那一部分会有一个影响第二个，整个行业里面，电动车特斯拉带头，也有其他的车厂的车子也是降价，把价格降下来，降价那车厂降价有几个原因，对吧？第一个特别是在美国买车子是要贷款的，那利息上去的话，代表着人家供款或者这个车子对人家的成本就高了，因为还要计算利息的成本，对吧？这个时候车厂就不能赚太多了，要降价促销，才有人会去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会对车厂的毛利不利所以整个基本面转差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电动车的行业那当然特斯拉在里面又是其中一个表表者一个领先者，对吧？那特斯拉的影响在股价来说会更多，因为为什么呢？它的股价以前是涨了很多所以我们看回它从去年最高位或者前年最高位的414块开始跌到现在100块跌了80% 左右，70几个 percent，80% 不见掉了3/4以上不见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跌，对吧？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也是那基本分析我们刚才分析过了我们永远是基本分析、技术分析，还有一个 psychology 这个心理市场的情绪3个一起来看，对吧？那技术分析来看，现在是因为有很多的严重超卖你要看回这个RSI或者是看回 RSI 的话它是已经是几次的破了 RSI 30了，对吧？破一次已经叫超卖了，但是它破了之后再破，破了之后再破，破了之后再破，而且上面也一直往下走，下面一直往下破所以是严重超卖了但是呢，又不是底背驰或者底背离因为这里它的股价也在下来它的那个 RSI 是一浪低过一浪这个超卖的程度是一浪低过一浪所以呢第一个有个严重的超卖，不排除短期内因为超卖使到有些人去捞底有个反弹或者有个支持位 OK。但是这个因为它太高了，对吧？因为它太高了，跌下来的话再加上美股之前看到美股还是有一个调整的几率那选股部曲第二步就是这个行业不太看好，第三步特斯拉，那特斯拉本身可能这个企业不错但是他最近老板有点要搞 Twitter那还有一个就股价还是从很高位下来很高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它的股价来算呢，就算跌了80%了，之前是因为太高了就算跌了80%了，你问我市盈率69，明年当然过去12个月它还是在盈利在增长所以如果用 TTM 过去12个月的市盈率来看，这个市盈率是35也算是蛮高的，对吧？特别是如果明年它的毛利率下来，整个市场经济萎缩不是经济衰退对它不太好，
那这个市盈率35还是蛮高的。那市占率 price to book 8.96等于是9了啊，市占率9的话也算是很贵的啊。那现在我觉得还不到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对吧？那特斯拉长远 OK，它是一个很好的电动车的公司，也是个科技公司，它还有其他的科技，这些我都知道，不是说七八百不知道乱说的啊。但是我觉得就考虑到整个大盘，再考虑到它的个别的股票的一个因素啊，虽然不太这个既然又不太看好，它的股价又不便宜，所以我觉得它下跌的可能性要比上涨的多，或者它就算反弹的话，也不知道反弹什么时候又会往下跌，对吧？所以在几个考虑的因素底下，个人啊，我是感觉到不被吸引，好吧？不代表它不会涨特别是它超卖了之后，短期内真的有可能会反弹啊，也不代表未来你买了特斯拉就一定不赚钱，对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情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有更好的选择我不感兴趣，就这样，好吧？但是很多人都感兴趣，很多人都来问我所以我只是发表了一个我自己的建议啊，仅供讨论和交流之用不是任何形式的买卖建议，好吧？OK，那好了，讲完了美股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还是觉得保持了我去年10月底就感觉到港股最差的已经过去了，到底了。11月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到了牛一了，对吧？现在我感觉到是到了牛二了，一会再给大家看看一些数据、一些图，这个股票图我感觉到已经到了牛二了那今年呢，港股呢会受惠几样东西。第一个是香港开关了今天开关那开了关之后呢，有一些各地的人包括特别是中国大陆会来香港的游客会多方便了第二个呢过去几年是太差了19年社会运动很乱游客不来了或者本地的零售也受影响了还有19年有个问题就是中美贸易战那这个2020年开始就新冠疫情一直封了3年，这3年当中还有一些是吃饭都不能吃啦，或者是外面出去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有很多的限制啦，很多的场所不给开啦，商场不给怎么样的限制啦，所以过去3年是蛮惨的那我觉得最差的已经过去之后否极泰来，是不是最差的时候就会好了那我个人觉得呢，香港反而是因为跌了太多了反而是会领先美国反弹现在已经在反弹了那个别的不是随便买你不要买什么恒生指数的盈富基金啦，或者恒生指数的 ETF 啦。整体来说呢，我还是谨慎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板块是可以去研究的其中包括内房，我觉得可以研究，有些公司有1-2个公司是值得就是现在被错杀的，其他的还是敬而远之看过就算了那另外有一些就是还是被错杀的，市场错杀的一些好的股票呢，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机会在里面的那我个人感觉到呢，还有一点就是一般来说这个我投资股票30年了，一般来说呢，投资股票里面分成长股和成长growth stock 的方法和 value stock value investing 价值投资法一般来说，当你看到传媒上说，哎，成长不行了，现在价值了，那你应该要看成长了。当人家说，哎呀，价值不行了，要看成长了，那时候你就要价值，对吧？那现在有个好消息真的是千载难逢的好消息，或者10年一遇的好消息，就是有些很好的高增长的、高速增长的那些股票那以前会很贵贵不一定代表好但是以前好的公司一定很贵贵不代表好，但是好的一定很贵。但是经过了过去1年多的调整之后呢，
有些很好的公司呢，然后现在是在价值投资法的那个价格的领域了，就是像呃举个例子啊，用这个不是说马来西亚车子不好，打个比喻啊，用 Proton 的价格买一个 Ferrari，哇，好便宜嘞，对不对？好值得了啊！人家加速这么快，用 Proton 的价格买一个 Ferrari，或者用这个 Hyundai 的Kia 的价格买一个 Lamborghini 啊，这个举个例子啊，不是说那些车子不好，对吧？所以呢，刚才也讲过，这2个星期为什么没有直播呢？其实我从来没有放过假，也没有出去玩啊，我都在香港埋头苦干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啊。如果有相信我的人了啊，在10月底的时候，记不记得我告诉大家快点进来投资新道了？我投资新道开个课程，就要让大家看到，用心理学来看到。10月底是买股票最好的时间了，对不对？当时有相信我的有些同学、有些网友啊，进来上了投资新道了。现在看回是不是10月底真的那时候看到大家绝对悲观的时候，你要买了股票了，现在已经赚了40-50%了啊，好开心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看到的是可以用价值投资者的方法来投资10倍股，所以最近这2个星期我都在这个梳理我过去30年的投资经验，重新来看10倍股为什么找到了，原因是什么？这个10倍股错过了我犯的错误是什么所以有个好消息就是整理了之后我自己也提升了所以大家将会看到很好的一个10倍股的一些内容出来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在梳理的时候，哇，那个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都感觉到自豪这个以后再过一会儿让我完善了之后再给大家多点消息，怎么来这个捕捉10倍股的机会，好不好 ？OK 所以大家也记得进入我们的email list 我们一会儿有一个免费的连接，大家可以拿一些免费的低买高估的这个精华课程，至于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免费的 list 免费的 list 之后，以后我们这个一旦完成了，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OK， 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港股港股我们刚才有基本分析看过，哎，这个不错，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分析。技术分析呢，我们看回在10月的时候，是不是很明显这个 RSI 严重的超卖，连续4次超卖然后呢，它这里也是一个一浪低过一浪，这个叫底背驰了底背驰之后呢，我们看到当时严重超卖了就要捞底了，对吧？这是很强烈的捞底的信号好了，到了11月初的时候，当时还记不记得我们看到我有提醒大家看到黄金比例了如果大家看回11月17号的那个直播，我第一次这个率先的比人家先优先的告诉大家，这是有黄金交叉黄金交叉是个很好的技术信号，对不对？代表的正式的转势了所以你在10月底的时候是捞底，因为便宜捞底到了11月的时候是转势了，是一个trend trend 转势了，是不同的打法10月的时候你要去的话是捞底，因为太便宜了，超卖了，你是去买便宜货，打折嘛，你要买便宜货。到了11月中的时候10月初的时候11月15号的时候，我们是那个 trend这个趋势改变了所以那个时候进去的话是个趋势打的，对吧？那你这学到在 free fall 的时候就是买了10月底超股，哇，60%的盈利棒棒谢谢你的分享你的分享让我今天好开心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到现在呢有好的技术信息，有短期不好的信息，对吧？好的信息是什么呢？港股在3天前突破了250天的平均线。OK， 突破了250天的平均线，在我们的教导的那个技术分析里面是叫港股进入了一个 investable grade、investable period， 可以投资的当然，我们喜欢冒险的人10月已经买了，对吧？后来黄金交叉已经买了但是到现在有一些要很稳很妥善的很保守的看到了。到了一个这个 investable grade 了因为有些人会冒险多一点冲动一点，有些人会比较晚一点，保守一点，对不对？所以
大家知道投资市场里面有不同的人的啊。那现在港股超越了250天，而且是站稳在250天以上，就刚才有讲过，对不对？这个支持位啊，刚开始是阻力位，但是它一下子我们看啊，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个阻力位了，超过250天了，而且站稳在这个阻力位上面了啊，就代表这个形势真的是不错了。现在资金开始进来了，现在有很多的比较保守的人也开始入场了，进来了啊，所以大家就不要看新闻，因为我们看新闻的时候，看意见的时候，我们会有 confirmation bias，我们要看这些技术指标的话，统计整个统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同意不同意，数据就放在这里是更客观的啊，更科学的。OK，所以这个是个好事情，对吧？那不好的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个港股种种的原因都是看好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资金开始来进入港股市场啊，大家没想过吧？港股市场，哎，怎么突然之间从丑小鸭谁都要避开的，现在最看好的跑赢美股几条街了啊，今年对不对？今年就是美国的资金也好，其他的资金也好，正在进入港股，所以呢，短期内有一个超买，短期内我们看到 RSI 已经是连续2次的超过了70，是2次的超买啊，所以不排除短期内会有一个少少的调整，但是我们看回上一次到了 RSI 70的时候，它基本上只是平衡，只是没涨平衡，但是呢横行打网横行的这个 parallel 横行的这个horizontal 打了一阵子之后又开始上涨了，所以整体来说还是蛮强的啊，所以呢就是不要现在就马上冲进去买了，因为现在马上冲进去买的话是一个超卖的这个时间点啊，但是整体来说呢是比较好的，这个可以不要了所以也是一样啊，这是我个人的看到的意见，不代表任何的买卖的建议啊，大家自己去做功课，好吧？最好是你学了我这套东西，看看合不合理，自己画线，自己去看一些技术指标啊，你可以看得比我更准啊。OK，那好，我们看完这个之后呢，再看看个别的股票啊，那我个人觉得呢。现在我特别喜欢是被市场错杀的股票那最近富途说是被中国证监会整治，我看是市场过度的悲观过度的错杀，它应该是不会被整治，所以这些外面写的话题我就不要公开谁写的了，这个丢脸这么不专业的写的都不正确的报道的那我觉得是不正确的那整体的我有做过深入调研深入调研已经在 GMT 2天前星期五公开了我们有几百个同学同时来看完之后，我做的调研的 presentation 之后，我还问大家是不是我个人有一个 confirmation bias 因为有时候买了股票看好的话有 confirmation bias，但是大家基本上都同意我所做的调研，好吧？那当然。调研的具体的内容是这里时间有限。第一个，第二个 ，GMT 同学付了费，有更深入的专业的，让他们有更多的信息那这里就不方便公开了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不代表市场不会继续的这个抛售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还是要大家整体来说大家做多点功课深入的去研究一下那你做过研究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市场被错杀了一个股票被市场错杀了那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机会，对吧？如果自己没有做研究的话那可以考虑加入 GMT 看看我的研究，好吧？要不然的话，我个人觉得我觉得错杀了，但是外边99%的人觉得是哎呀死定了，所以大家又一次这个。你自己去做分析了做判断了，好不好？上一次药明生物被 UVL说是黑名单的时候，我说 no big deal 没有问题，对吧？
结果我是捞底了啊，买到了一些好东西啊，所以大家自己去考虑啊，不是买卖建议啊，只是我觉得是对富途根本没影响的，zero 零影响啊，有点影响啦，真的有点傻瓜，这个抛售股票啦，或者有些傻傻的人把资金撤离啦，怕怎么样了撤离了，I don't know。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好吧？OK，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好了，看完了港股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英国的朋友在。如果没有英国的朋友在的话，那我们就讲快一点了啊。OK，那这个等等啊，这个好看看没有英国的朋友在，那我就讲快点了啊。那整体来说，英国的股票不太好，也缺乏一个利好的信号啊。那当然了，背后的经济也不太好啊，整体也不太好。所以呢，既然缺乏一个利好的信号，那我们也没有英国人，英国的同学在，是不是啊？那我们就避开英国股票市场就好了啊。OK，那马来西亚同学有没有马来西亚同学在这里啊？马来西亚的网友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啊，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我们有日线图，有月线图啊，月线图是平的，日线图也是平的。那这个股票买来干什么？对不对？整个国家整个市场，UK here OK 啊，那我觉得啊。资金今年还是不一定要放在 UK 啊，我觉得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OK，那马来西亚呢？我整体觉得马来西亚股票市场都不好，就这个不是一个股票能增长的很好的一个土壤，对吧？你要就是榴莲在马来西亚很好啊，放到香港来就不好了，对吧？股票在马来西亚就不太好，就这样 OK 那我讲了3年了，马来西亚股票不太好，要从19年来马来西亚，当着马来西亚同学面讲当时好多人反对，什么这么总之我3年之后看回，真的马来西亚股票没涨过，对不对 ？OK， 好，新加坡的股票呢，我觉得跌又没什么跌，对不对？既然跌sorry， 这个是台湾了啊，台湾股票。那台湾股票呢也是一样啊，跌又没有怎么跌，所以我喜欢捞底，是不是啊？不便宜我就不捞底啊。所以我们看回台湾的股票虽然是调整了一下，但是现在刚刚有一个死亡交叉，所以短期内我觉得台湾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因素的隐忧在这里所以呢这个股票市场刚刚呈现了一个死亡交叉在这里当然了台湾股票我也有台湾的同学在里面学生在里面，他们都有做过台湾的一些研究给我看，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还不够低这个股价跌了还不够惨，所以不够便宜所以呢要买便宜货的话，又要好又要便宜的话，那就跑到海外来 shopping 了台湾的股票不便宜跑到外边来的话，有更好的更便宜的股票，好吧 ？OK， 当然也是没有一个利好的那个信号好，有没有新加坡的同学在网友在？那新加坡的网友呢，我们也看一下也是基本上没有怎么上升的趋势，整体来说那我也解释过，从基本面也解释过，为什么新加坡的公司也没有太大的上升的动力，对吧？我也讲了3年了那3年前 GMT 好多新加坡同学来问我，我就讲了3年的那个我的看法那看回过去3年和看回最近，跌又不是怎么跌，跌了又不够便宜你跌了多稳，然后来捞底，对不对？跌了不够多又不是上升的趋势，有没有一个强烈的上升的趋势？那我有钱的话，我还是不放在新加坡了那新加坡的同学也可以考虑全世界来找机会，不一定要这个新加坡，对不对？哪里赚了钱换回新加坡更好了，对吧？那个又可以分散风险，又可以分散货币的风险或者当地经济的风险那也有可能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投资所以新加坡暂时在现在第一个是横行的话不是一个
就是你在一个这个河流里面帮你冲的话，你会走得快一点。你要横行的话，靠自己游泳的话这个会吃力一点，又走得不快，对吧？第二个也是缺乏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我觉得2023年，也不是我的焦点或者资金的看的地方啊。OK 有没有德国的？德国应该少一点，对吧？但是呢，德国呢是代表着欧洲那我欧洲就不一个个讲了我就看了一个德国那 surprise 这个非常惊讶德国是在一个上升的轨道，还是表现的蛮好的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表现的这么好。德国也在加息欧元区也在加息欧元区也有经济的不好能源的价格上升还有这个利息的上涨但是德国的股票整体来说是一个上升的轨道这个是 surprise 这个我没想到过，对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最近的那个技术分析的话也不错有了个调整，但是调整之后又再次有一个黄金交叉，也是在250天的那个线以上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基本分析因为我不够了解德国，但从这个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德国的股票不错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熟悉德国的话就你看回我刚才的原因分析美股、分析港股的时候，怎么样结合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来做一个全面的判断所以我这里基本分析不知道我不太了解德国的具体的强势的经济但是呢，这个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德国的股票不错唯一一个不错OK，top hands 太快了 OK， 好那整体就讲到这里，好吧？那希望大家是2023年有更好的投资回报那2023年呢，我自己也在刚才也讲过，我回顾了我2022年之后，我2023年也想更加多的有一些帮助大家的地方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天天来评论个别股价啦，我不是股评人，也不是个这个新闻的分析报道员，对吧？我经常觉得看新闻看得多的话，会心烦意乱，反而是投资成绩不太好去年因为整体来说美股我不太看好，所以讲多了一些新闻。那今年呢，我希望是给大家多一点的财商教育有一些简单的概念、简单的 concept。我希望是时间可以短一点，60分钟以下60秒钟，不是60秒钟以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容易消化，看多几个容易消化，对吧？那当然了，人数看的不够多这个很少就是我的团队叫我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但是我个人的意愿是希望能够真的是帮到多点人所以呢，大家麻烦拜托大家，可以的话帮我们多点分享这些叫 YouTube 的 Shorts 短片，好吧？包括去留个言包括 like 一下啦，还最好的是给我们多点分享给其他的人，都是60秒钟的干货，又不会用人家太多的时间，人家有收到价值，所以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连接通过群组WhatsApp 啦，什么其他的发给你的朋友也可以那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团队看到有成绩的话受到鼓励的话，也叫我拍多点，要不然他说不要拍了，没有人看的，那没有我的团队帮助的话，我就有心无力了，好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多点分享，好吧？那好了，现场观众有没有问题呢？可以现在在留言区打下来那我在这里有一点时间可以回答一下，有7分钟时间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那当然。大家想进一步的来学习的话，有3个不同的途径第一个是免费的是我们在 GMT 的一些精华抽取出来，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抽取出来的低买高估怎么做到低买高估，应用我们的选股5部曲来做到低买高估的是免费给大家的，也可以加入了我们电邮，以后有什么好东西也可以发电邮通知大家，好吧？第二个呢是我刚才大家看到我的整个投资的那个框架就是选股5部曲，你有了这个选股5部曲的框架之后，以后看事情就有清晰度了，简单容易明白，一步一步
所以是我30年的经验的总结啊，所以象征式的收大家7块钱啊，这个来支付一下大家的就我的那个些系统维护费啊、客户服务费了，好吧？那最好的呢是加入 GMT，加入 GMT 也可以在下面连接找到 GMT 的连接，那真的是少走弯路，特别是机会出现的时候啊，像去年的9月份、10月份机会出现的时候，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股票很好的，机会出现之后能够更好的去把握啊。最近我们有看过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内地的房地产来做了个比较，刚刚上2个星期做了个详细的比较，也有一些我看好的板块啦、行业啦等等啊，所以希望大家我们过往所有的weekly coaching 和深度研究都是公开给大家可以看回的，所以大家参加的话可以看回，好吧？那现场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想问的？去年底中概港股抄底见证啊，加一啊，谢谢啊。OK 啊，还有什么？半导体和光伏怎么看？谢谢爸爸啊。那半导体和光伏呢，都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股票啊，或者行业 cyclical 啊，这个景气循环啊 cyclical。OK，中国的半导体现在是受着美国的这个制裁啊，有些软件不能用啦，是器材不能买啦，所以是短期的影响蛮大的。那当然长期来说有了一个真空啊，有了自主发展的一个空间，但是短期内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长期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啊。光伏呢，我个人觉得最近有一个调整啊，因为某种原因了啊，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啊，使到开工的人不多了。再说有个年底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调整，但是我个人觉得是短暂的调整，因为整体来说，这个市场还是这个发展还是有需要的啊。我在 GMT 里面有个别的股票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啊，但是公开场合我就不讨论个别股票了啊。整个光伏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参与者啊。有做玻璃的，有做光伏的啊，这个有做硅片的，有做硅料的，有做组件的啊，就是整体来说是看好的，但是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惠或者是调整啊。OK，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好吧？OK，大陆直播公司可以买吗？你所说的大陆直播公司是哪一些啊？我个人觉得，大陆的直播，如果你说是快手，是不是像快手这样啊？那当然，最领先的是 TikTok、抖音，没上市，对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指这一方面啊？那第二，在这方面，我喜欢的都是市场的龙头。那既然市场龙头没上市，第二名我不喜欢，就这样，OK。OK，好，那日本怎么样啊？日本我还没画图了，事先没画图，没准备了啊，或者以后有机会再看一下，好不好？那整体来说，我觉得日本迷失了30年，整体还是有几个大的问题在困扰着啊。第一个是日本的人口老化，非常厉害的人口老化。第二个是迷失的那一代不消费，迷失那一代，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就业结构啊，因为他们出来了进不了一个好公司，所以呢，日本是终身制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打工的打一辈子的，一旦进不了那些好公司的话，那这一代人就是完全就是错失了他们的结婚啦、生孩子啦、买房子啦、消费啦，可能还要这个靠着他们的父母。那他们的父母就更不消费了，对吧？所以整体的那个经济结构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所以过去10年一直是靠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啊，很低的利息，很便宜的日元，都搞不好。就是这个人呐，又吃药，又打兴奋剂，还是
身体不太好，那比较危险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日本啊，这么关心日本啊？我个人觉得是这又吃药又打兴奋剂，还是这样，有点不太好啊。OK，好，那今天感谢大家，好吧？哦，我在做10倍股，做好了会告诉大家，所以大家这个加入这个电邮啊，这样的话我们做好了之后会用电邮来通知大家啊，所以大家可以加入这个低买高估的那个email list，好吧？所以我刚才说过，我的 promise 越做越好啊，我 promise 过要做10倍的股票，所以我是看回了我过去30年买对的股票有什么原因，错过的又犯了什么错所以越来越整理的越来越满意了。我过去2个星期没有闲过，没有空置过，都在做这个 promise，OK，那之后做好了之后会告诉大家多一点，OK，好，那今天感谢大家祝大家2023年更美好的一年，投资回报更好身体健康，家庭也和谐，事业也有成轻松致富。明天我就帮助我们的轻松致富的同学开始他们的30天的学习旅程上次讲过之后也有不少的人报名，所以明天开始要帮助一般的这个下一届的那个轻松致富的同学，帮助他们2023年可以赚多点钱，好吧？那事业有成投资有回报金钱丰盛，还有智慧有成长，人生5行，这样都行。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